各位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聊 iCloud 的日历啊。最近的节目有越做越简单的趋势啊，但说不定这个也能满足更多人这个快餐时代的这个愿望啊，说让我的视频尽量短一些。但是我觉得我这个陪伴的本质还是没办法改变的。如果心太急的话呢，您要不然就是还是2倍速播放啊。如果实在觉得进入不了这个聊天谈话的心态啊，只是想疯狂的去获取对自己有用的这些信息，那我觉得这个目前来讲，这个心态并不属于我的目标用户啊。好，那 iCloud 的日历啊，首先要想明白 iCloud 的日历，还是建议各位如果没有看过第3季我聊日历 App 那一期，可以先去看一看，或者后去看一看啊，因为主要的一些内容还是在日历 App 里面，在日历前面加一个 iCloud， 其实简单的话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就是把日历 App 里面你保存的所有的个人信息、日程安排、纪念日、生日啊，都同步到 iCloud 云端。你看，它又是一个基于存储的同步功能啊，你不能单独把它当成一个存储的功能去用，但是你要实现这个同步的功能，你必定有一个存储的本质放在那里，是吧？把它存储在 iCloud 云端，存储完了之后，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放在那儿就完了，而是为了让你同步到你个人的所有的设备上面去。那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你的电脑上非常快速的去安排你接下来整个1周的日程，然后呢，方便的在手机上去进行查看，可以在 iPad 上进行跟踪和修改。那想达到这个功能，就必须有 iCloud 日历的加持才可以。如果不打开这个 iCloud 日历开关，只用本地日历是没有办法有这种多设备合作去完成的。而且呢，如果手机丢了，本地的日历就直接拜拜了。但是如果是 iCloud 日历，还会原模原样的在那个地方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看 iCloud 系列节目看到现在有没有一点点的认同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我宁可丢手机都不能丢 Apple ID。如果还没有的话，继续听，咱们继续聊，总归聊到一天你会同意我这个观点的。当然，如果真的不同意就不同意吧。好，这个是 iCloud 日历比较大的一个范畴啊，我们从大的一个范畴去聊。那细的去讲的话，除了给你个人进行同步的好处之外，当然还和 iCloud 备忘录还有这个 iCloud 云盘一样，有这个分享的功能。因为大家知道日历是可以创建不同的日历项的啊，不要一提到分享就害怕，因为分享并不是说我点了一个分享按钮就核弹发射了啊，我所有东西都分享上去了。其实不是，分享是只有你想要分享的东西才会被分享，你不想被分享的东西就不会被分享。而且即便你已经选择了分享上去的那一部分的东西，你也可以随时把它撤下来。所以这样的分享才有意义啊！如果大家就是闭眼睛想的那样，点一下就核弹发射了，所有的隐私都没了，那个还不如不分享啊。这个就跟自由很类似嘛。我们不是说到了一个自由的国家，或者到了一个自由的社会，我就想干嘛就干嘛，想打人打人，想骂人骂人，怎么可能呢？你反而是到了一个自由的国家，你会觉得受到的约束更多，但其实在这些约束当中，你会感觉到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温情啊，就是当然这个聊远了啊，我们聊 iCloud 日历啊 ，iCloud 日历啊，聊到哪儿了？对 iCloud 的日历，2个方面啊，再跟大家去聊。一方面是分享的功能，还有一方面是你也可以不用 iCloud 的日历去实现类似 iCloud 的日历的功能。那分享的功能自不必说啊，我们 iCloud 上面我刚才讲到了，对，想起来了啊，刚才讲到了 iCloud 里面有很多的日历项啊，那你可以选择把某一个颜色的日历项去分享出去，因为我可以创建一个专门工作的日历项、生活的日历项、娱乐的日历项，每个日历项有不同的颜色。当我在这一天当中去拉出2个小时说我要干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定义
这个事情是工作的事儿，还是家庭的事儿，还是娱乐的事儿，还是学习的事儿？那不同的事情分别不同的颜色，这个就叫日历项，其实就是对日历的一个分类嘛，对你日程安排的一个分类，以便于你更好的区分工作跟生活啊，或者区分不同的客户，这个随便你，反正它有这个功能。那你是可以单独选择一种颜色，或者说是一种分类来去进行分享的。你可以创建专门一种颜色，就是共享的，这个颜色就是共享给我的一个团队的人用的，或者这个颜色呢就是共享给我的家庭里面用的。那这样你一看颜色就知道是谁了，对吧？那这个是共享。所谓共享就是我创建一个日历项，被邀请进来的人也都能够看到。那我经常就是我们工作的时候也经常举我们自己的例子啊。大家知道在 Apple Store 上班，其实不只是 Apple Store， 所有的在零售店啊、零售业，其实它的工作跟休息时间都是不随大流的。那别人越放假，我们零售业就越忙啊；别人越是上班，那我们就越清闲。所以说，基本上在零售业是不可能给你周六周天休息的。周六周天你大概率上都是上班的啊，那你休息可能是在周一到周五中间任选一天。那这样的话，你的家人跟亲戚朋友想约你出来，他不就完蛋了吗？他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不上班，特别是对于家人来讲，像我们零售店还有早班晚班，那可能有的时候过年过节啊，或者过生日啊，家里想说等不等你回来吃个饭啊，你早班可以等，晚班就别等了啊，晚上10点11点才到家，还等什么呢？那每当有这种需求的时候，都打电话问你，像我们这种 Apple Store 就不允许你上班的时候接电话的，你又没办法接，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日历，因为我们自己也记不住我们明天几点上班，有的时候啊，那你就把你上班的时间，未来1周或者半个月的都写在日历项里面，然后把这个叫做排班的日历项分享给你所有的家人或者是你朋友需要看到你的排班的，那么他们打开日历之后一看就知道，哦，今天你几点上班，今天你休息不休息，都是随时可以看到的。那你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功能，这将是多么不方便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以身说法的例子吧，便于大家理解我为啥要用 iCloud 的日历，甚至可以帮大家理解我为啥要用日历啊！我知道很多人不用日历啊，那你说我为啥要用日历这个问题，请到第3季啊讲日历 App 去看为啥要用日历。今天我们专注的 iCloud 的日历以及它的分享功能。那除了这个把一个颜色的日历项去分享以外，你甚至可以单独把这一件事情分享。比如说我下周3的下午2点到5点我要去约个饭局，那我单独只把这一个饭局去分享给需要参加这个饭局的人。那收到这个邀请的人呢，你可以直接在日历 App 当中收到通知，然后你可以在上面点我是接受还是拒绝还是不回应。那这个时候作为组织者来讲，我一看就知道，哦，张3同意了，李4还没回应，王5拒绝了，对吧？那其实这个呢，我不说比打电话高级到多少吧，最起码是不是有一种用上高科技的感觉啊？那这个其实大部分人用的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其实我个人认为用的少的一部分的原因吧，还是因为可能更多人不知道有这么一种用法啊，因为用日历的人本来就不多，为数很少的在用日历的人呢，也大部分是在工作当中用啊，他还没有把它扩展到生活当中去，而 iPhone 其实是一个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很好的助手啊，所以这个希望这样的分享呢，能对大家有一点启发啊。当然呢，和这个备忘录一样，你也可以不用 iCloud 的日历，你可以用 Gmail 日历啊，你可以用 Outlook 日历，你甚至可以用什么163日历。当然我不知道国内那些有没有，因为我基本上不太用国内的邮箱啊。但是在技术层面，它都是可以被支持的啊，就是一个邮箱的，它是绑定在这个邮箱服务里面的。那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不想让你的日历账号太混乱，在你绑定其他的第三方邮箱的时候，记得把除了邮箱以外所有的服务全关掉。当然，如果你脑子好，有这方面的需求，你可以去开2个、开3个，随便你啊。这个我上一期重点讲过了，我在这里呢就不再花那么长的时间再去给大家赘述这方面的内容了啊。好嘞，那这个呢，我想日历也比较简单，下一期健康可能更简单，我们就
有的聊就多聊一点，没得聊我们就10分钟结束啊！感谢各位的观看和订阅，我们下期再见。